医生你好，下午好，我们来上课啊，看一下上一节课的作业。拿出这个啊，我们写了开头和结尾啊，学习写开头和结尾写的是朋友啊，有这么几点啊，我要讲一下啊。我们先来说，前面都没有问题，对人物是一个什么呀？外貌描写。然后呢，后面呢，你要干嘛呀？你要写他的性格，对吧？我们说描写人物的时候是什么？外貌加性格，你能够知道这一点很好。但是我们在写这个性格的时候啊，你写你的朋友是什么？一个小气的人。这个小气呀、它不是一个特别好的词语，你知道吗？这个让人听了就不舒服了，心里很不舒服。小气是什么呀？就是不舍得花钱呀，或者是怎么样的哈。我们可以用一个词来代替。如果你还是想说他有这种小气的这种感觉的话，我们可以用节俭。我们可以用节俭这个词来代替小气。这个词你可能没学过，没听过啊。节俭，节俭是什么？生活很朴素，不乱花钱，不浪费，这个叫节俭。这个词叫节俭。所以呢，如果你想说一个人说他小气，我们可以说节俭。这样呢，意思可能差不多，但是这个词是一个好词，人家接受起来会更容易一些。OK 吗，医生？我们说他这个人很节俭啊，很节俭，可能有一部分意思就是说不舍得花钱呀什么的这种的。好了，节俭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来看啊，如果我们写出来这个呢，把这个词换一下呢，这一段就 OK 了，就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啊。接下来呢，有一个句子啊，我没有看懂，你想说什么？就在这儿呢。我们喜欢做什么的东西？做热闹的东西。这个词用在这里不合适。那我又没有想到你想说什么，你能解释一下吗？嗯，课外活动。哦，做课外活动啊，喜欢做课外活动。可以。那你可以说什么呀？我们喜欢参加课外活动，都喜欢参加，take part in 参加课外活动，好吗？这样就可以了啊。热闹啊，不是说这个东西热闹，热闹是 describe environment，是形容环境的，了解吗？了解。热闹这个词啊，热闹这个词不是说东西的，热闹这个词是用来说环境很热闹环境很热闹，牛车水很热闹，那个 Chinatown 很热闹，运动会上很热闹，那个 environment 很热闹啊。那喜欢什么呀？喜欢要具体的事情啊，具体的事情是什么？参加课外活动。哎，我们改一个这个，好了，这里有一个字啊。相信，相信，注意这个相的右边，它不是日，它不是日，它是一个目，眼目的目，好吗？一个错别字。好，我们把它改完以后就没问题了啊。嗯，OK 啊，好的好的，来，改完了，来，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。今天新的一课啊，学一个看图作文了，说一个看图作文。好，来看这个。来，还是把上面我们学过的词给它复习一下，读一读。说词。这个叫什么？还记得吗？好了，不可以哦，我们学过的要记住啊，不然白学了，我们这钱白花了，我们这个东西白学了。欣慰，欣慰是一种 feeling，是一种感觉，感到欣慰啊。我们用感到欣慰，用感到欣慰。嗯。
Hello，有声音吗？有铃声有声音吗？有有声音了。好了，哎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这个词叫欣慰啊，感到欣慰，感到欣慰。到欣慰，对，好了，我们知错能改，我们做了一些让家长很高兴、很开心的事情，我们说欣慰啊，感到欣慰，感到欣慰。OK，好了，难堪，难你堪，看这个词，对，难堪，承受不了，忍受不了，难堪难堪，难堪，哎，难堪了啊啊，难堪难堪啊啊。难堪，感到难堪，我感到很难忍受了，难堪啊，这都是我们说明感情的词语啊，说明情感情绪的词语。诚深刻，深刻，对，深刻啊，什么深刻？固定搭配，印象深刻啊，印象深刻，什么什么很深刻啊，深刻啊。我们再来看啊，苦口婆心，对，苦口婆心啊，再来这个词，飘香四溢。飘香四溢，对，飘香四溢是什么呀？说这个饭特别香，走进食堂，闻到了什么呀？香味了啊！那个香味怎么样？到处都有，飘的到处都是，飘香四溢，飘香四溢。飘香嗯，这个提到，甚至，甚至，甚至，甚甚至，甚至啊，甚至，嗯，甚至，甚至，甚至，嗯，甚至啊，甚至是什么？even 啊，甚至怎么样啊？这个人不但学习不好，还甚至欺负同学，甚至后面的事情比前面的事情更好，或者是更不好啊，甚至它就是有更的意思在里头啊，more 更怎么怎么样啊，更怎么怎么样啊，更糟糕，更厉害。嗯，好，来，我们来看看图选句子啊，看图选句子。看一看这个图，从这里边选一个合适的句子。弟弟一边画画一边喃喃自语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哎，很好啊，喃喃自语，自己那儿小声说话呢啊，喃喃自语，很好。OK，来看看这个图，我们选一个句子。他把妈妈的劝告当成耳边风，不愿意改掉坏习惯。好的，耳边风啊，我们这里的重点的词语是什么呢？耳边风啊，这就是在用耳边风造句啊，就是在用耳边风造句了啊。好，来，我们再来看下一个。看来，着桌上美味的食物，
我不我不禁禁睡垂涎三尺。水泉三尺。Dear，不禁的意思是什么？忍不住的。不禁就是忍不住，忍不住口水流了下来啊！垂涎三尺，垂是什么？流什么？涎是什么？口水。这个口水流了多长啊？流了3尺长。我们那个尺子 ruler 啊，1把尺子、2把尺子、3把尺子，流了3尺长，明白了吗？垂涎三尺啊！因为这个食物太好吃了啊，我们不禁，我们忍不住、受不住的啊，忍不了了，垂涎三尺，不禁垂涎三尺。再选一个啊。今天的天气太热了，他刚出门就热得满头大汗。好的，满头大汗啊。好，最后一个。他很感激对生人的帮助，所以准备了一张卡片送他。他很感激陌生人的帮助，感激感激陌生人的帮助，感激的意思就是感谢，就是感谢。感激的意思就是感谢，他很感谢陌生人的帮助啊，很感谢，很感激。感谢。对，感激是感谢啊。OK，好了，你看这些句子都是没有问题的，我们就要会用这些词语就可以了，会用这些词语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，今天我们要来做一个这样的那个看图说话了，女孩子的婆婆医生。一个星期来，平生这样啊，我们一个一个图片看啊，一个一个图片看。第一个，一天早上，是什么事儿啊？看看这里，一天早上，小美正在走路上学。你觉得他是走路上学？好的，然后你觉得他看看表情，观察图片啊，我们从观察图片开始，他开怎么样？心心的，很想赶快到学校。赶快到学校。好，然后呢？这是什么地方了？看到了什么？说，你说你看到了什么？老奶奶踩到了一个香蕉皮，就跌倒了。是的，那么这个什么地方？我们来观察一下，什么地方？天桥。它可不是天桥了，这个地方我们叫祖屋的走廊。祖屋的走廊。对，走廊，你看到这里了吗？它有柱子啊，它还有柱子呢，它不是桥，它是走廊啊。这个走廊是哪里啊？祖屋的走廊啊。祖屋的一个走廊。对，祖屋的一条走廊啊，一条走廊，我们是用条啊，一条走廊。因为那个是长的呀，是长的，我们用条那个量词啊 ，measure word 是条。好了，那么你看啊，刚才第一个图还在路上，第二个图就到了祖屋了，所以我们说他是做什么去了？他是去上学吗？不是，他是回家。对了，我们把整个图看完以后，我们发现前面我们想的可能不是那么的正确，我们要修改一下啦，我们要改一改我们的想法了啊。好了，走到这儿了，走到这里以后呢，老奶奶摔倒了。第三个图说的是什么事儿啊？
小美拿出了自己的手机，去哎，叫救护车，帮老奶奶，还扶着她站起来呢。嗯哼，是的呢，呵呵，对啊，扶着老奶奶站起来啊，然后怎样呢？救护车打电话给谁呀？打电话给医院，对吧？叫救护车。哎，叫救护车可以啊。然后我们来再看一看啊，这个老奶奶，你觉得她怎么样啊？她摔的，痛苦的样子，对，痛苦的样子。然后呢，你看老奶奶的脸上怎么了？流得满头汗。老奶奶怎么出汗？为什么出汗呀？她是疼啊，对不对？疼的出汗了呢啊，疼着出汗了。好，然后我们再来看啊，我们再来看第4个图说的是什么事儿？有3个人到了医院，医生夸小美帮助了老奶奶的需要。医生夸老奶奶怎么样啊？帮助了老奶奶的需要，帮助了老奶奶的需要。这样说不对了，帮助了老奶奶就行了啊。医生夸小美帮助了老奶奶，把老奶奶送到医院啊 ，in time 及时的送到医院，及时的送到医院。in time，哎，及时，对，及时送到医院，及时送到医院。好的，来，那么这个人是谁？你说他是医生啊？好了，那我们看完了，最后呢，我们觉得啊，这个图是写了什么呢？你的结尾要怎么写呀？结尾要怎么写呀？老婆婆小美提醒老婆婆，走路时要看路，不能踩到东西，就不会摔倒了。最后我们说啊，在这个事情里面，是不是有一件好事叫什么？叫乐于助人了，对吧？对，叫乐于助人了。那么我们来看啊，结尾有2种结尾，在写结尾的时候啊，分2种，一个是写感受，一个是写道理啊，一个是感受，感受就是写心情，你的心情是什么？另一个呢，写道理。我们再来说，什么时候写感受，什么时候写道理？就是我做了好事，我做了好事的时候，我写我的感受；我做了错事了，我做了不好的事情，不对的事情，不好的、不对的事情，都是写道理。你来分析一下，你觉得在这个结尾里面，我们用感受呢，还是用道理呢？感受。对了，感受。那么我们也说了，感受它就是一种心情啊，感受就是一种心情。那么小美的心情是什么呢？她开开心心的回到家了。对，没错，你说的特别好啊，毕生，她就开开心心的。所以我们的 ending 怎么样呢？写小美开心的心情就可以了，好吗？我们用这个结尾 ，OK 吧？懂了啊。好的，行啊，这个就说完了。来，我们再来一遍啊。时间是，那它不是早上，它是什么时候呀？是下午，放学后。哎，非常好啊，放学后。人，小美、小丽，小丽、小美都可以啊。你喜欢叫她什么你就叫她什么啊。和老婆婆，和老婆婆，然后在什么地方，在什么地方？
在这是什么地方？祖屋祖屋的走廊上。走廊上。哎，这个叫走廊。我们要会这个词语啊，不然我们写不出来了啊，不然我们写不出作文了。走廊啊，祖屋的走廊上，祖屋的走廊上，什么事情？老婆婆摔倒了。还有吗？嗯，在老婆婆摔，在嗯摔倒了，因为那嗯香蕉皮就踩到香蕉皮摔倒了，然后带去医院了。然后怎么样？看啊，老奶奶踩到香蕉皮跌倒了，事情是什么？小美打电话，送老奶奶去医院，去医院的事儿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个经过呢，扶起老奶奶，并带老奶奶去医院了。结尾是什么？结尾结尾，受到爸爸的夸奖。你也可以写医生，你也可以写医生。为什么我们说这里是爸爸？医生是不是要穿那个医生的衣服啊？你知道医生工作的时候穿的那个白色的衣服是不是？对，那他没有穿医生的衣服，我们说他是爸爸，说他是爸爸。那么这个小美打电话给谁打电话？小美，用爸爸怎么来了？爸爸怎么知道小美在医院呀？因为爸爸是医生。我觉得你的想法挺好的，我觉得你这个想法挺好的。那么本来我想听你说什么呀？小美是这个在第三幅图里是给谁打电话呀？是给爸爸打电话。医生，小美是给爸爸打电话，然后呢，给爸爸打电话呢，爸爸带小美和老奶奶可能就去了医院了。但是你的想法是什么？小美的爸爸他就是医生。哎，我觉得这个 design 很棒啊，这个 design 很棒啊。你可以说，因为小美的爸爸是医生，所以呢，他马上打电话联系了他的爸爸。然后他就受到了爸爸的夸奖了。可以的我们可以这样设计啊，可以这样设计。好，来，我们来看第一个图。一天星期一个下午，小丽从学校走路回家。好一天下午星期一下午，一天下午都可以啊。小丽从学校走路回家，然后老婆婆老婆婆不小心踩到香蕉皮，跌倒了。好，于是小丽连忙扶老婆婆起来，并带老婆婆到医院。并带老婆婆去了医院好，小丽受到爸爸的夸奖。好最后是小丽受到爸爸的夸奖了。小丽受到爸爸的夸奖。我们再来加一点形容上去再来加一点形容上去。升羊羔照的星期一个下午，小丽从学校走路回家。她从学校走路回家，然后突然之间
一位老婆婆不小心踩到香蕉皮，小丽看到了，便连忙扶老婆婆起来，并带老婆婆到医院。是的，我们整个的啊，再来后面。在医院里，小明受到了爸爸的夸奖。小丽受到了爸爸的夸奖。哎，好，看啊，你看我们这一次在说的时候多了什么词语啊？分析一下。突然之间，小丽看到了和这个医院里，我们说后面这三个是什么词啊？先不说艳阳高照啊，我们说后面这三个是什么词语？他们在这里干嘛用啊？形容词。是形容词。它不是形容词，它在这里是，你看，突然之间，小丽看到了在医院里啊，突然之间，小丽看到了在医院里，这些是过渡句 transition， 哎，transition 过渡句。哎，过渡句，什么叫过渡句？从第一句到第二句啊，我们中间需要给干嘛呀？连起来呀，把它们连起来，很自然的从这儿就到这儿了。我们需要过渡啊，不然我们只写第一句，然后只写第二句，中间缺少东西，觉得太生硬了，读起来不舒服啊，读起来不舒服，所以需要 transition 过渡。需要把句子连在一起 ，context 连在一起，明白吗？明白了。啊，好的，可以啊。那么这个词呢，艳阳高照是一个形容词，它在这里它不是过渡了啊，它是形容这个星期一下午啊，是在形容星期一下午啊，形容星期一下午。OK， 好了，来，我们看啊，在写这个作文的时候，我们会用到一些什么词语啊？来读一读，认一认。阳高照。艳阳高照。艳阳高照。哎，艳阳高照啊，艳阳高照，好。看什么叫艳阳高照？来，能读吗？山的太阳高高挂在天空，灿烂的太阳高高的挂在天空，普照大地，形容天气很好。形容天气很好，知道吧？啊，它是形容天气很好的意思。可以，我们可以这样说啊，我喜欢在艳阳高照的日子去海边玩水。艳阳高照形容天气啊。天气。哎，好。脸色发白。脸色发白。你看他的脸色就是发白的，形容什么？身体不舒服了，脸色不好看，身体不舒服了，或者是什么被吓到了，人被吓到了，脸色也会发白。那么我们说那个脸色发白是谁脸色发白了？是谁的脸色发白呀？他的脸色发白。是老奶奶脸色发白呀。老奶奶被什么呀？老奶奶被摔倒的。老奶奶摔倒了，所以怎么样啊？脸色发白啊，脸色发白。对啊，脸色发白，很不舒服啊，脸色发白很不舒服。我们再来看这个，呻吟。呻吟。
呻吟。呻吟。啊，这个词啊，形容什么样的人呀？生病了的人啊，小声那块儿，哎呦，疼死我了，疼死我了！啊，这个叫呻吟啊，呻吟，小声的，慢慢的，小声的在那儿，因为疼，因为身上疼，小声的在那儿，哎呦，这个叫呻吟，明白吧？呻吟明白了。啊，呻吟。小声呻吟，生病，病人生病了啊，那是小声呻吟，呻吟啊，对，啊，这些词啊，我们都可以写作文的时候用进去啊，要用哦，不能白学哟。好，呻吟，因痛苦而发出声音啊啊，因痛苦而发出声音，呻吟。再来一个词。求助。求助，求助啊，谁求助？老婆婆。啊，老婆婆求助啊，老婆婆求助，老婆婆求助小女孩儿，那小女孩儿怎么样啊？放书包。小女孩儿怎么样？帮助了她。对，帮助了她啊，帮助了她求助。小女孩儿帮助她，小女孩儿有没有求助呀？没有。有，她求助谁了？医院叫爸爸帮她求救。对，求助啊，求助。好的，来，我们再来。联络，哎，联络，好，联络啊，打电话啊，我给你打电话呢。如果我给你打电话，我叫什么呀？我在联络你，联络 contaction 联络，联络 contact， 来怎么样读一下这个？妈妈一直联络不到哥哥，她非常担心。非常担心，非常担心啊！来，你刚刚学的那些词语还记得吗？都有哪些词啊？求助。人生病了，然后小声的在那儿，哎呦，疼死我了！这个叫什么？呻吟。哎，我们打电话叫救护车，我们这个叫什么？哎，很好，联络救护车。联络救护车，联络爸爸。还有吗？还有什么词吗？联络、求助、呻吟、脸色发白，这就是描写啊 ，description 描写脸色发白，哎，脸色发白。还有什么描写天气的词语？艳阳高照啊，艳阳高照。艳阳高照。艳阳高照。照啊，艳阳高照。照的照。艳阳高照。OK， 好的。好了，这些词啊，我们就说完了。哎，等会儿啊，快速的过。
你今天有那个作业啊，今天的作业是写作文啊，是写作文，把这些词语用上啊，把这些词语用上。好了，我们的这个词就说完了，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干嘛呢？来造句啊，来造句子了。之前说了，踩到橡皮摔倒了，怎么样？哎，扶老奶奶起来，小丽受到夸奖。先 match 一下这些词语给到这些图片上啊。羊羊羊羊高照，满心期待，白发什么？白发苍苍，白发苍苍，哎，白发苍苍，显得很苍老啊，就显得很老的意思啊，很老态啊，苍苍苍苍，白发苍苍，形容一个人的头发，白色发白，什么发白？脸色发白，白，哎，脸色发白，脸色发白，OK，发白啊，脸色发白，还有。生发白，生意，呻吟吟，哎，呻吟，好，求助，联络，夸奖，哎，好，来，联络等发白，夸奖，来 match 啊，我们来 match 一下啊，我们来 match 一下。中阳高照是第一幅图。有天气啊，艳阳高照是第一个图。满心期待，满心期，第二幅图。我们先说啊，满心期待是什么意思呀？心里有满是希望，很开心，满是希望啊，想着什么事情，满心期待，心里一直想着一个事儿，心中充满了希望，充满了信心，充满了希望、想法、期待，满心期待，满心期待。expectation，满心期待，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期待啊。第四幅，满心期待是第一个图。啊，为什么我们是第一个图？因为你看他现在这个表情很开心，很高兴，对，不知道他干嘛呀？我们就满心期待啊，满心期待的，满心期待，看到了吗？看到了。好，然后第二个图给谁啊？第二个图片用哪个词语？哪些词语？白发苍苍。第二幅图。白发苍苍给第几个图呀？白发苍苍给第几个图啊？第三幅图。白发苍苍是谁？白发苍苍，白发苍苍就是说这个人是白头发，这个人的头发是白色的，叫白发苍苍。第二幅图，因为是老婆婆，白发苍苍的。哎，对了啊，白发苍苍的老婆婆。白发苍苍。然后，
哦，不对啊，不是脸色发白，是白发苍苍，白发苍苍。摔倒，也是第二幅图。脸色发白应该是第三幅图，因为小美扶着他站起来，所以他刚刚摔倒，所以会这样的。脸色发白，我们可以给第二个图，也可以给第三个图，因为老奶奶站起来怎么样？脸色发白，然后呻吟呢，对吧？也可以是很疼啊，流汗了。图也是第三幅图。对，联络呢？联络也是第三个，因为小女孩在用她的手机。夸奖就是第四幅图。没错，可以啊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样分就可以了。这些词，把这些词分进去，把这些词分进去。那么接下来，来我们造句啊，用艳阳高照造句来形容天气。小女孩一个艳阳高照的一个下午，小美正在满意足的开开心心的走回家。等会儿，心满意足的，开开心心的。好，来，医生，你刚刚用到了心满意足的，开开心心的，对吧？是什么意思呀？心满意足、开开心心就是满心期待的意思。期待。哎，所以你直接就可以用满心期待的就可以了，满心期待的走路回家。走路回到家。哎，来，我们来说一下啊，艳阳高照，艳阳高照，怎么造句的？刚刚是怎么造句的？高照的一天下午。一个艳阳高照的下午，小丽正在放学回家的路上。哎，正走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啊，满心期待呢。满心期待，开开心心，满意。小美满心期待的开开心心，看的想回家。收看最新的电影节目、电视节目 TV 节目。对 TV program 电视节目啊，他要收看电视节目。为什么他这么开心的走回家呀？迈着轻快的步伐走路回家呀？因为他心里想着一个事儿，他心里期待着一个事儿，一个什么事儿啊？哎，我要回家看这个最新的电视节目啊，看最新的电视节目，明白了吧？啊，这样用啊，满心期待。好了啊，艳阳高照，满心期待。好，接下来。白发苍苍，一个老婆婆，在住屋景路。我们说白发苍苍是形容人的啊，白发苍苍的什么人呀？小美看见了一个白发苍苍的一位老婆婆。小美看到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婆婆，你刚说了一位了啊，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婆婆可以啊。小美看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婆婆，向她走来，向她走来，对着她走过来了，向她走来。用摔倒造一个句子。摔倒。老婆婆没看路，一不小心摔倒在地上了。可以，非常好啊。
这个不错啊，摔倒会用啊。好，然后脸色发白。嗯，吟呻呻吟，呻吟，呻吟。嗯，小美扶着他站起来，就拿出来自己的手机，等会儿，打我们用脸色发白和呻吟造句呀，造句啦。嗯小美嗯老婆婆嗯哼，把老婆婆扶起来，老婆婆脸色发白，不知道应该怎么样才好。嗯声音怎么用？嗯，声音呻吟怎么用啊？怎么说呢？看啊，老婆婆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，脸色发白，还一边苦的声痛苦音，的痛苦的呻吟着。啊，这个呻吟就是说话的意思啊，痛苦的说着，痛苦着，痛苦的呻吟着啊，痛苦的呻吟着。这啊，知道这个呻吟怎么用吗？呻吟你可以给它想成是说话的意思啊，痛苦的说着，痛苦的呻吟着，就是用嘴巴出声啊，出声音，用嘴巴发出声音。好，我们再来看这个，小美老婆婆叫小美求救，哎，小美就想到可以打电话给爸爸，因为爸爸是个医生，他在附近的医院做工，所以他也给爸爸求救，联联络络上他。啊，可以啊，联络上他。好，读一下，他打电话向医院求助，并交联络了爸爸。联络。哎，那么这个你刚刚已经说了，爸爸就是医生，医生就是在医院工作，所以我们前面的这个可以怎么改一下呀？小美，老美把小美立刻联络爸爸哈，就说她立刻也联联络了爸爸，联络爸爸，因为因为他是一个爸爸是医因为生，他在附近的医院做工，正好在附近的医院做工，怎么样？小美想到了要向爸爸求助，可以吧？小美想到了要向爸爸求助啊，向爸爸求助。OK，好，夸奖。到了医院，小美让爸爸夸奖他，说了一个好事，他就到了，你等会儿，你重新用夸奖造个句，怎么造？到了医院，小美被爸爸夸奖了。爸爸，爸爸怎样啊？爸爸竖起了一个大拇指，哎，爸爸向他竖起大拇指，说他做了好事。好，哎，这里也不用爸爸赶到医院后了啊，然后爸爸就在医院呢啊，爸爸看到小美把老婆婆送到了医院，然后呢夸小美啊是怎么样乐于助人的好孩子啊，乐于助人、热心助人都可以。乐于助人。好了，我们的8个词就用完了啊，用完之后呢，
什么人？人小美、小小美丽啊，什么事？艳阳高照的一个下午啊，小小美丽，看起来嗯，很开心，为什么她很开心呢？因为可以，她要回到家看她最喜欢看的连续剧。所以她是怎么样的想着她的连续剧的呀？参考词语，她是怎样想着她的连续剧的呀？因为是最后的她是满满心心期待，期待的想看嗯那部戏，因为嗯，是最后一集。哎，可以是大结局啊，都可以啊。好，满心期待的回家看。好的，我们给小美这么高兴的回家找了一个原因了啊。好，来，我们来读一下这个句子啊，破写一下啊。一个一个嗯，阳高照的下午，艳阳高照，高照的下午，小丽正走在放学回家的路上。小丽满心期待着想回家收看最新的电视节目，一想到这，他便三步并作两步的走回家了。对，好了，林生，你看这里啊，有一个形容词艳阳高照，还有一个什么呀？满心期待，想着啊，也是一个形容的。好，还有什么呀？他是怎么走回家的呀？他是三步并作两步的走回家。这些词语，哎，我们写的时候也要用上啊，也要把它用上，好吧？把它用上啊。那么这个时候，小丽、小美和老婆婆什么事？老婆婆踩到香蕉皮摔倒了，跌倒了。啊，我们来看啊，一看到一位白发白发苍苍的老婆婆向她走来，突然，老婆婆不小心踩到香蕉皮，摔倒在地上。对，我们用到这里面给的参考词语啊，用到这里给的参考词语摔倒在地上。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啊？还是她什么事？我们想一下，老婆婆看起来看她的表情，看她的动作，什么动作？小丽干嘛呀？扶起了她。但是我们看到老婆婆怎么样？很痛苦，她是怎么痛苦的呀？老婆婆是怎么痛苦的？生气，她是怎么样？她是脸色发白。发白。我们说这个人生病了，脸色发白啊，然后怎么样？不断的痛苦的呻吟着啊。这个时候，小丽连忙上前去，把老婆婆扶了起来。老婆婆当时一动不动的躺在地上，脸色发白，还一边痛苦的呻吟着。小丽连忙走上前去，把老婆婆扶了起来。是的。之后没有完啊，我们的这个还有两个参考词语呢，求助和联络啊。我们看这里是怎么说的。小丽呢，心情非常担心，便连忙打电话向医院求助，并通知了爸爸。可以用通知啊，因为爸爸在医院啊，并联络了爸爸。到了医院，当爸爸赶到医院后，小丽便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他。爸爸开心的夸奖小丽是个热心助人的好孩子。
啊，对，好的啊。夸奖怎么夸奖？竖起大拇指夸奖他。大拇指。好了，那么我们整个的就说完了，把这个复述了一遍了啊。我们来看这个作文。来，延生啊，不，那个宾生，我们的这个啊很简单，我告诉你啊，这个就是我们很简单的一个作文，但是呢，我们最终写出来的不是这哦，啊，最终写出来的不是这个，需要什么？干嘛呀？扩写、默写、描写，描写。知道吧？这只是给你一个框架，你呢还要通过自己的思考，看看怎么把它再多写一点，enrich 一下，好吧？O 不 OK？啊，那么这个怎么样啊？我们今天的作文啊，把那个4个图写一写，然后我给你看一看。咱们的还有一节课是星期四，对吧？星期四的课，是星期四。写完以后，我们星期四来讲你的作业，O 不 OK？时间，时间很充裕啊，时间很多啊，足够了。行，我们今天就上到这儿，可以下课了。拜，下课了啊。拜拜。拜拜。再见。再见。Very interesting, very fun.